這是西班牙唯一官方證實的超自然案件，曾一度引起全網的熱議。1992年11月27日晚上，西班牙马德里警局接到一起報案，電話那頭的報案人語氣聽起來十分恐懼。警方原本以為這只是一起常見的盜竊或入侵案件，可趕到現場後，只見一對夫婦帶着孩子驚慌地站在門外，聲稱屋子裡有不尋常的超自然力量在作祟。警官帶着懷疑的態度進屋展開調查，而這起案件卻意外成為西班牙史上唯一一起被警方官方记載在案的超自然案件，也成了西班牙马德里最有名的未解悬案。这起案件发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瓦爾莱卡斯区，案件也以此地命名。前文提到的這對夫婦是格塔雷亞夫婦，故事的核心主角是他們的女兒艾斯芬尼爾，她是家中5個兄弟姐妹裡的第3個孩子。艾斯芬尼爾從小就对神秘學抱有極大的興趣。某天，她的好友因男友離世傷心欲絕，艾斯芬尼爾便提議通過通靈板進行招魂儀式，試圖與好友離世的男友對話。這裡解釋一下，通靈板和台灣所稱的碟仙機十分類似，它是一塊印有字母與數字的木板，用途就是借助它與逝者對話。當時幾個女孩在學校偷偷進行招魂儀式，恰好被路過的老師發現，情急之下，女孩們破壞了通靈板，也打碎了用作碟子的玻璃杯。據當天在场的女孩回憶，玻璃杯碎裂後冒出了煙霧，而艾斯芬尼爾吸入了這些煙霧。從那天起，艾斯芬尼爾的身心健康狀況開始急劇惡化，她飽受失眠困擾，還出現了癲癇症狀，時常哭鬧着說家裡出現沒有五官的鬼影，那些鬼影總對她說跟着走就能解脫。她還會性情大變，對着兄弟姐妹大聲咆哮，甚至出現攻擊行為。格塔雷亞夫婦帶着女兒四處求醫，長達6個月的時間裡，沒有一位醫生能診斷出病因。在最後的幾個月裡，艾斯芬尼爾的癲癇發作愈發頻繁，地鐵上、公司裡、學校、教室中都曾出現她突然發病的場景。隨着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她的幻覺也變得更加嚴重。1991年7月13日，艾斯芬尼爾攻擊了妹妹瑪利亞，自己也突發嚴重癲癇，口吐白沫。次日，也就是7月14日，她再次癲癇發作，這一次她沒能挺過來，昏迷送醫後，年僅17歲的艾斯芬尼爾不幸離世。這樣的年紀突然離世顯得格外蹊蹺，醫生也無法明確給出死因，只標注為可疑猝死。經歷喪女之痛，格塔雷亞夫婦一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可他們還沒來得及徹底撫平傷痛，更詭異的事情接踵而至。艾斯芬尼爾離世後，家中開始接連出現超自然現象，起初只是不鳴聲響，房門自動開合，他房間的溫度也遠比其他房間低，即便浴室門窗緊閉，也會傳出低沉的聲響。一開始，一家人還能勉強忍受這些怪事，可情況很快愈演愈烈。家人在走廊看到黑影走過，家中時常傳來老人惡意的笑聲，擺放好的物品會自己移動，玻璃也會無故破碎。更恐怖的是，家中男主人遭遇不明力量侵犯，孩子被推倒在地，女主人睡覺時頻繁被鬼壓床，能清晰感覺到有人在床邊走動，家具像是被電流擊中，門的開關聲也越來越激烈。無奈之下，一家人把床墊搬到客廳，每晚睡在一起，互相壯膽，恐懼籠罩着整個家庭。他們開始求助超自然專家與驅魔師，可這卻成了不少騙子牟利的機會。大量神棍假借驅魔、溝通之名來到家中，不僅沒能解決問題，還讓這對夫婦被騙走不少錢財。1992年11月，這對夫婦再也無法忍受，既然超自然專家無法解決問題，他們決定向警方求助，即便這些超自然現象聽起來荒誕不經。11月27日凌晨2點，格塔雷亞夫婦撥通報警電話。當晚的督察與其他警員在凌晨抵達現場，看到一家人都躲在屋外，警員一邊安撫情緒，一邊詢問事情經過。得知屋內有不明超自然力量作祟，不僅能看到異象，聽到怪聲，一家人的正常生活也被徹底打亂。警員們隨即決定進屋探查，剛進入屋子，臥室陽台突然傳來巨響，緊接着衣櫃門莫名自動打開，險些砸到一旁的警員。艾斯芬尼爾的房間裡也傳出劇烈的敲門聲，警方立刻拔槍警戒，懷疑有人非法入侵。可打開房門後，屋內空無一人。回到客廳後，眾人震驚地發現，剛進門時還完好掛在牆上的耶穌像，竟像是被人硬生生扯下，摔落在地，牆壁上還留下了3道清晰的抓痕。在屋內，警官與格塔雷亞夫婦溝通期間，怪聲依舊不斷，電燈也忽明忽暗。經驗豐富的督察獨自在屋內搜查，試圖找到人為作案的痕跡，卻一無所獲。最終，他致電警局，明確表示報案人所說的超自然現象確實存在。據這位督察回憶，他永遠忘不了走進艾斯芬尼爾房間時的感受，房間裡異常寒冷，讓人渾身不適。他能真切感覺到這個空間裡存在着其他未知的東西。後來，這起案件的官方報告給出結論，房屋內存在一系列無法解釋的超自然現象，
這也讓此案成為西班牙警方史上唯一一起被官方認證的超自然事件。1年後，也就是1993年11月，是艾斯芬尼尔的忌日。他挂在客廳的照片突然起火，诡異的是，只有照片的脸部区域和相框被燒毀，周邊的物品没有絲毫損壞。幸運的是，在那之後，家中的超自然现象漸漸減少，直到格塔雷亞一家人徹底搬離這棟房子，所有的怪事才徹底落幕。瓦爾萊卡斯案是西班牙最著名的超自然案件之一，正因它有警方的官方記錄，才成為西班牙至今未解的經典懸案。